我们自产的人就是怎样，就是帮人家把重大建设等完嘛。现在那也是大工地呢，那边灰尘啊、汽车啊、什么什么噪音啊，一大堆大工地，帮人家把不好的部分等完之后好了以后，它的增值的部位就会出现，因为大家就想要挤过来，那这就是合理的钱，也是合法的钱。那这就是投资自产，重大建设有个依靠，重大建设是非常稳健的，大腿可以抱，你可以去抱抱看。为什么？因为房地产吹冷风，重大建设去盖，总不会说什么啊，那个银行现在贷款不好贷，好全面给我停工下来，不会嘛？对啊，他自己就是银行就让他继续给他盖下去。重大建设有一点好在哪里？好在贯穿周期。贯穿市场冷暖，冷的时候重大建设在盖，热的时候重大建设还在盖。我们现在眼下是什么？房地产吹冷风，赶快去看，现在都可以杀价，不会有在之前那种奇怪，就是我们也觉得还好，合理的行情是这个行情，结果那个自住就很怕，就是给你出高价，还出现了开底合一这种状态。晚一季买房要多付多少钱？先说结论，差距最高的是台北跟高雄，一季就差了41万，这件事情对自住来说还好了，但对自产来说超级伤。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头期款的游戏怎么玩，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想跟你讨论晚一季买房要付多少钱，多付多少钱。这次我们来看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要吃土了，台湾人平均扛1043万房贷，北高晚一季买房多付41万，这个是联征中心最新的新增房贷统计，2024年第3季，很新哦。全台平均核贷金额1043万元，平均贷款利率2.23%。然后你看一个台湾房屋整理的表格，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快速念一下，先念的都是平均核贷金额哦。台北市 Q2 1791万 ，Q3 1832万，差额41万。新北市 Q2 1157万 ，Q3 1191万，差额34万。桃园市 Q2 953万 ，Q3 958万，差额5万。台中市 Q2 946万 ，Q3 965万，差20万。台南市 Q2 836万 ，Q3 872万，差额36万。高雄市 Q2 900万 ，Q3 941万，差额41万。好，我再念一次啦，台北市41，新北市34，桃园市5，台中市20，台南市36，高雄市41。好，念完了哦。那你会怎么解读这张表哦？第一种看法就是刚才新闻下的杀人标题，晚3个月买房你就要多付41万，所以赶快上车哦。这是一种看法没有错，可是我是这样解读的，晚一点上车你会影响大局吗？对，虽然这句话从我嘴巴里面说出来很奇怪，但真的是这样。你看我刚才念的那个核贷金额增加最多是台北跟高雄，也不过是41万，你不觉得没有想象中的多吗？当然啦，如果你把时间拉长到1-2年去看，累积起来就会多很多。但我们现在用2个角度去看，第一个是自住的角度，你现在瞄准自住的房子，只要不满意可接受就好了。如果连可接受都只是勉强达标，那你其实可以再等一下，因为自住的房子动不动这5年10年，所以这个时间必然会冲淡这个价差，你的涨幅都是以7位数100万为单位的所以你至少要挑到是自己可接受的房子，另一半也可接受，满意是一定不会满意的，豪宅大家才满意嘛，那买不了就买不了就不满意可接受的房子，不要让自己住在里面像在坐牢一样，这样就好了。再来是讲投资自产的角度，这个就没什么好讲，能上车赶快上车，有好的物件你就要冲了你晚3个月你就要多贷41万，你准备的头期就需要越来越多，所以赶快冲就对了。最后你要知道，把自住跟自产做出切割。现在还是会有观众来问我说，这个物件能不能买？就 po 了一个591 po 了一个信义永庆的连结这样，然后讲了一堆他担心的问题，什么格局啦、面中庭啦，就一堆自住在考虑的东西。但我聊一聊以后，就发现你是要买来自产的呢，他就是在用自住的眼光来看自产的房子，像我推荐的那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 他很常会抛出很不错的房子，我随便找一个你自己看，开价798，你台北人，你多久没看到这种3位数的开价了？年收租金55万，投报已经上到7%，这还是开价的投报。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这支房子已经被买掉了。像这种房子就是怎样，先来先得啊。没有什么我3个月后再看看，不会留那么久的。所以就反正你错过的机会多了以后，你自己就知道不应该考虑那么多。自产的房子有好物件你就要上了，你真的无法判断说将来还会有更好的苹果掉下来让你捡到，这真不知道。你手上那一颗就是最好的，当下最好你就要啃了。那就算真的那给你多等3个月，以刚刚的那个讲法，就说年收是55万，所以月收大概4.6万。好，那今天按这张表，你贷款要多贷41万，这已经快10个月的租金了呢，这不是不太划算
算嘛，所以买自产的房子，投资报酬率的，租金投报的，你就拼手速。如果你用自住的眼光来挑自产的房子，我也不能说你有问题，就是你会比较难抢到厉害的房子这样。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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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那高雄的重大建设，我还做了一个高雄重大建设加美食地图的 Google Map Map 地图反正你点开那个地图就是我做的那个重大建设地图跟很多那个 YouTuber 不是来拍来吃高雄，对不对？那些他们吃的店我都把它点出来，这样都插在地图上，反正就是美食跟重大建设都摆在一起。你要来高雄玩还是你要看房子那你都可以参考这张地图这个我也花蛮多时间做的那我自己也用得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平常没事我都看那些 YouTuber 吃吃喝喝我去吃这样那使用的方法是你要去我的那个影片的资讯栏复制那个连结，然后贴在你的手机浏览器上，打开来看才会正常你直接点那个连结它会内建打开你的 Google Map这个 app 那不对，那打开来很多问题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是用浏览器开就复制那个地图连结，再贴到浏览器去打开，这样才会正常好啦，以上台北的 LINE高雄的 LINE重大建设跟美食地图
你都有了，那就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自住的人到底能不能去买投资自产客的房子？这不是很多人的担忧吗？我买到投资客的房子怎么有没的？好，我讲个例子，生态园区，高雄市生态园区，它在巨蛋的下一站，高铁的上一站夹在中间这样。那边有一个小的重大建设，也没多重大啦，叫做那个停五岸，凹子底停五岸5号停车场那一块，就在那个捷运出口旁边，不是通常会画一块地，然后大家可以停机车有 U-Bike， 就那个。好，它停五岸现在盖起来了，叫爱捷大楼，目前已经有宣布，这很新，这个都是今年6月以后的事情已经盖起来了。宣布进驻的厂商有谁 ？ASML、ASML 就是台积电半导体相关的，还有美商科林研发，还有日商东京威力科创，还有德商英飞凌，这都很强的外商。好，这4家就进驻了那个凹子底停五立体停车场这个案子。你可以去看啦，现在的 Google Map 我记得你拉过去的话是工地，但它已经落成还蛮漂亮的。好，这里预计产出多少工作机会？因为它就一栋楼它不是什么很高的商办大楼它就好像8层还是10层，矮矮的，然后中间还要做停车场还要做停机车的场域，反正就是这样，就依赖交通建设去盖那个停车场。现在新的都喜欢这样。停车场的案子还有啊，就什么凹子底富邦凹子底旁边不是有一个也是停车场的案子吗？这里啊停五案预计提供200人的工作机会，而且都是高级白领，对不对？你看投资自产，总之就是说投资客自产客他们会怎样？他们会去买附近的房子，然后放生出入来干嘛？来帮你等，你就等到了这个东西宣布进驻、宣布落成，现在还没有开始在上班，他们还正在装潢而已。我要表达的事情是，投资自产他们会看重大建设，就会买旁边买旁边来放生出租，不然在这个东西还没出现以前，生态园区什么都没有。我说的什么都没有，你出捷运站怎么有一个中国人李龙三小呢？那么大一间好像是做黑的这样，就这样什么都没有，不然就那个自由黄昏市场。好，可是现在啊，这个200人高级外商，你说这个附近的买房跟租房的需求会不会跑出来？会，公司都会帮他们去租，就是这样。好，那你自住客，你这时候要买当初投资客来帮你等的，行不行？怎么不行？因为你现在这个时间点去买会怎样？会继续增值啊！投资客在卖给你的当下，这200个高级白领都还没有开始上班线上开始上班了，在你的手上开始上班了，你那附近你就是还会继续去飞啊！刚才投资客那为什么要卖呢？人家就要换手操作啦，就是说这个生态园区附近已经没有新的重大建设，他就要去换，把它卖掉的钱去等下一个东西，就是这样。重大建设，如果你真的来自产，然后你真的等到了这4大外商来跟你宣布要进驻那个路口的办公室，也没有不行，你要卖不卖都可以。我现在的看法是要把它保留下来才对，因为这个东西未来一定会水涨船高的。那你也可以就是金钱使用的效率上的计较，你就把它卖掉，因为看一看生态园区未来大概3-5年之内不会再有什么重大建设，那你就换去富邦凹子底换去新湾区，这都可以，都有人做。我要表达的事情是，自住客往往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喜欢附近工地，附近没有生活机能，附近没有重大建设，那就变成说谁在买那边的房？投资客自产客他们就是买来租金很低就很低就来出租了以后，帮你把那个重大建设等到了还要去，自然就要付出那个溢价去购买那个房子，就是这样子。人家赚这个钱，你也知道，这投资自产自己也不住这里，然后租也乱租那现在就要卖给你。你也知道，对，但你还是会买，为什么？因为重大建设落成，所以你要做哪种人？你要做那种等到重大建设都落成了，百货公司都开了，什么东西都好好的，然后你才要进去的自住花这么多钱去买到那个自住，还是你要研究好重大建设以后，你先买，等了之后高价卖给那个自住？你要做哪种人？所以这个很简单的道理这也不是什么大道理。那你会看重大建设就能够做出这样子的节奏。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会说停五案太小了，规模太小了，但它是不是一个重大建设也算要不然生态园区这多久没有重大建设了好不容易有一个案那大概就是这样。重大建设也要会挑像爱捷大楼就那个停五案，它多了200个人上下班工作，我就会说附近影响会不会有？但影响很小，可能就附近几条街，大概就这样吧。但富邦凹子底的那个 BOT 案规模那么大，它影响是什么？它影响直接是整个北高雄要做。我现在会倾向去做那种重大，就真的是区域范围的大型的重大建设。那个1-2个案子，以前我也会犯过一种很神奇的错，就是这边要盖一个什么里民活动中心，我以为那是重大建设。我现在想一想，妈的，有跟没有，它提供不了多少工作机会，你知道？然后你家附近有一个里民活动中
东西，你会觉得很棒吗？可能遛狗吧，或者什么感觉又都是老人了。对，所以重大建设你要看，就是能够带来大量工作机会的重大建设。天母岸爱捷大楼那个没有不好，只是大概就200人上下班。那富邦凹子6000人上下班，是你要买哪边？对不对？富邦凹子的附近比较贵，比较贵就比较贵，因为那格局规模完全不一样。在我的会员影片，就是研究高雄那种规模相当大的重大建设，都会比这个亭湖案还要大很多。不过我好像快拍完了，所以接下来我会开始陆陆续续拍一些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就是影响附近几条街的。我想这个也不错，就是你凤山人，你有凤山的重大建设可以看；你大寮的，你有大寮重大建设可以看，这样也是不错。不然重大建设不要追啦，我1个月这样子。这样拍下来已经拍几个月了。如果你对自产高雄有兴趣，而且心仪的是重大建设的流派，你就可以买我的会员来看。我会陆陆续续拍，拍不是拍一次而已，我会追踪，因为呢，它会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新闻跑出来，就是这样。一样，重大建设你瞄准好之后，你又有钱，遇到案子有就要上车了，在等什么？你就要慢慢等，等那个重大建设落成，落成以后。再来看你要怎么处置，你是要卖给很喜欢的自住的人，还是你要继续收租都可以。我们自产的人就是怎样，就是帮人家把重大建设等完嘛。现在那也是大工地呢，那边灰尘啊、汽车啊、什么噪音啊一大堆，大工地帮人家把不好的部分等完之后好了以后，它的增值的部位就会出现，因为大家就想要挤过来，那这就是合理的钱，也是合法的钱。那这就是投资自产，重大建设有个依靠，重大建设是非常稳健的，大腿可以抱，你可以去抱抱看。为什么？因为房地产吹冷风，重大建设巨盖啊，总不会说什么啊，那个银行现在贷款不好贷，好全面给我停工下来，不会嘛？对啊，他自己就是银行就让他继续给他盖下去。重大建设有一点好在哪里？好在贯穿周期。贯穿市场冷暖，冷的时候重大建设在盖，热的时候重大建设还在盖。我们现在眼下是什么？房地产吹冷风，赶快去看，赶快去看，现在都可以杀价，不会有在之前那种奇怪，就是我们也觉得还好，合理的行情是这个行情，结果那个自住就很怕，就是给你出高价，还出现了开底合一这种状态。我们要看中古屋开价不是都可以砍吗？一定可以砍的啊，人家在写那个广告单，一定也会往上加来让你砍。哪有人房子在买开价的？结果开底合一出现好几次。高雄市美术馆这边我听到的起码5件，这就是什么？市场 FOMO 过热，开底合一，自住爽不爽？不爽。他想说，我就怕抢不到，我才要吞啊，我才要这样啊。卖方爽不爽？我跟你讲，卖方也不爽。为什么？他觉得他少赚，所以这是一个没有人赢的一个状态，很不好啦。那房地产吹冷风很好，没有再出现开底合一这种事情。现在你真的可以去跟他合理谈价钱，那你的依靠是什么？2025房地产要跌了，接下来房地产要连跌10年，你要去信你就去信，我信什么？我信通货膨胀跟重大建设能够提供工作机会的重大建设，我们都还在看，好好的谈价钱杀价，该上该出手，我们还会持续出手。重大建设呢，6000人工作机会你不去，那你什么地方你才要去？跟你分享。